走。哎，你们是哪儿的？就凭你们两个想抓我？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本事就和我单打独斗！单打独斗，你配吗？黄天霸，你罪恶累累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哼！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自称是英雄好汉的人。大刀王五够烈性了吧？还不是让我给砍了？呸！杀了他们！赶快撤走！走！黄天霸，你跑不掉的，你的死期就要到了，你跑不掉的。哼！你别再做梦了，想得倒好，没那么容易。有种你就把我杀掉！哼！哎呀！啊！黄天霸，你好卑鄙！哼哼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们。来！啊！神功护体，你我奈我何？什么神功护体？这分明是金钟罩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哼，算你识货。望你空有一身武艺，却不走正途。今天我就是要为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报仇。叶枫，你没事吧？惨了，霍元甲打不到他的气门了。黄天霸，原来在这儿。黄天霸，见到本官还不下跪！大胆刁民，打劫钱庄，残杀孕妇孩童，害了多条人命，证据确凿，竟还如此嚣张！就算荣亲王在此，我也要将你处斩，为受害者的家属报仇雪恨。你敢？狗官，睁开你的狗眼看一看，这是免死金牌，我是宫里差遣出来的人，还不快把刀放下！
大人，铁证如山，还请大人为百姓当家做主啊！我们这么多人，什么都没看见啊，对吗，梁大人？对，哥哥，你将人犯押进大牢，择日处斩。好啊，预备！你们反了！老佛爷饶不过你们的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霍元甲，这次多亏你和武馆同仁立下大功，组织了民间自卫队，侦破了一系列血案，为天津除了一大害呀。本官这就向朝廷上奏折启奏，早日处斩黄天霸这个祸患。哪里？除暴安良是我们习武之人分内的事。谢谢。我是大英雄。谢谢。请霍大侠喝下这碗酒。好，多谢大家的厚爱。师傅，看来大爷手下是为了我们这些离开虹口道场的弟子们才来的。哼，成了天津的大英雄，就以为很了不起了是吧？这全是乡亲们的抬举。在下和虹口道场确实有些误会，不过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，就应该冰释前嫌。元甲在此赔礼了。霍元甲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虹口道场是堂堂正正开武馆，讲的是日本武士道精神，绝不会做一些偷鸡摸狗、杀人越货的事。你却自恃武功高强，就可以侮辱我们大和民族，没那么容易。杀！就是你们中国人自己，所有的罪行都是你们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，这就叫做鬼打鬼。难怪你们大清政府竟做出一些丧臣辱国的事。哼，你们这些愚昧的子民，就等着亡国吧！走，走。他说的没错，中国现在确实是一盘散沙，不但不团结，还为私人恩怨互相残杀。这样下去，确有亡国之忧啊！师傅，我们众弟子决定重新回武馆，跟随师父练武。啊，大家不必拘礼，我这霍家练武场随时欢迎你们。我们一定勤加练武，学得一身真功夫、好本领，好早日打败日本人。对，国家要强盛，老百姓就要有强健的体魄，这样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中国人了。练武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更重要的是不再让外敌任意宰割。
我们的老百姓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对抗外敌。大家都知道，练武除了强身健体以外，还有一条是要有武德。而且，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对外抗敌。弟子谨遵师父教诲。元甲，你愿意收我为徒吗？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往后这些弟子还需要你多多调教呢。多谢师父。谆谆拜师的真正目的，就是要学会霍元甲的武功。正所谓，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可我不明白，霍元甲明明知道他是个定时炸弹，为什么偏偏要把他摆在身边呢？肯收一个想打败自己的敌人为徒弟，这就是霍元甲胸襟过人之处。这也是他故意处处施恩于人，让别人臣服于他的手段。霍元甲不是这样的人。往后，我们虽然是师徒名分，但有志者事竟成。只要各位勤学苦练，总有一日，徒弟也有打败师傅的一天。哎，你吃菜呀？这道菜可是我特地下厨房给你做的。怎么，还在想大爷手下奚落中国人的事啊？是啊，少爷，你就当他放狗屁。其实这次我们抓到了杀人元凶黄天霸，而且可可又做了这么多好菜，这顿吃起来一定特别香。当然，这下可扬名天津市了。哎，我还听铁柱说，你爹霍老英雄曾经在天津打败了日本高手，这下可扬眉吐气了，你比你爹还风光呢。就是。为什么不把这份爱说话的勤快劲儿用在练功上呢？这要是人人都会武功，该多好！那样的话，外国人就不敢在中国为所欲为了。说穿了，大爷只不过是你的手下败将，他是怕他虹口道场的弟子向你拜师，所以才在大家高兴的时候泼冷水。说穿了，他是嫉妒你当了天津的大英雄。就算在天津做了英雄又如何？难道能扭转乾坤，能革新日渐衰落的王朝？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觉得这次元甲抓了黄天霸有什么不对吗？我没有说他不对啊，只是黄天霸在衙门说的那番话，当时你也在场啊，也全都听见了。就因为朝廷腐败，一再庇护那些奸佞恶霸，所以他们才有恃无恐，胆大妄为。可是朝廷并没有指令这些人去杀人越货呀。可朝廷也难辞这默许的责任。黄家帮在京城胡作非为，就种下了这个祸根。哎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好不容易吃顿饭，就不能和和气气的谈谈吗？来啊！又不是我要吵的。来，饭是要吃的，可话我也要说。我不是想吵，只是虽然今天抓住了元凶，可是我们不能自满。就像大爷说的，朝廷政府已经积弱，我们要反思，就要革命，就要推翻封建王朝，那才能成功啊！你这些话在我面前说了无所谓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要是在我爹面前说了，那可就官逼民反。自古以来，天下大乱还不都是腐败朝廷逼出来的？哎，静秋，哎呀，何必呢？哎，静秋，冤家，走了个马蜂窝，
正好可以清清静静坐下来喝口汤，干嘛要追呢？景秋啊，你也别怪格格，他呀，就是这种率真的性格。我知道，是我不好，说话总是太直接了，没有顾及到他皇亲贵族的身份。其实你没错，错的是我，一些事我还没有认识清楚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对，也不是想嘲讽你。我是说，虽然你在天津扬名，可是更应该去上海。去上海？我在天津刚刚有了要战，还准备开馆授徒呢，一时半会儿怎么走得开呢？自从八国联军来了以后，上海成了法租界。还记得我们说过，在那里有更多的人需要自强不息，免得被洋人欺负。不然，不是做了洋奴，就是当了汉奸。可是，凭我的一己之力，就算去了上海，能有什么用呢？要是你能在那儿成立一个武馆，振臂一呼，让更多的人像你一样，有一身的好武艺。如果你能集合这股习武人的力量，那不是对国家、对人民更有意义吗？有道理。不过，那些皇家帮也是习武之人，他们谎称神功护体，借助神怪之名到处行骗。我担心，我现在去传授武功，也会给人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啊。你的担心也不是毫无道理，可是。正因为有那些武林中的败类，你身为武林中人，才更应该为武林伸张正义啊！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更多的人明白，学武功是为了救国的。对，来，教官，为什么要关闭虹口道场？师傅要我们离开上海，天津非久留之地。而在上海，却有更大的发展。嗨，不过，在临走之前，你们要替我做一件事。教官，做什么事？烧了霍家要战。哎，好，放松，好，可以了。谢谢霍师傅。你慢走啊。少爷。少爷，怎么了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！今天早上梁大人已经下令，即日就要出斩那个黄天霸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已经好多人赶去看了。少爷，我们也一起去吧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元甲，元甲，我们要去看那个朝廷爪牙黄天霸的下场，你们去不去啊？好啊，走，大家一起去。我不去，你们去吧。一会儿有人来看病，药站里总得有个人看着吧。你真的不去？你没看见我还要给这个人包扎吗？那就辛苦你了，走啊，走！来，大人，53可以到。你们敢杀我！你们敢杀我！恭亲王和老佛爷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将人犯黄天霸行刑问斩。手下留人！太后懿旨，天津知县梁大人接旨。下官接旨。
太后懿旨，命小人将人犯黄天霸即刻带回京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不斩了他呀！放开！还是不杀不杀呀！霍师傅，霍师傅，霍师傅呢？你找霍师傅干什么？我们村里的刘寡妇她病了，想请霍师傅去看一看呢。什么病啊？我也搞不懂啊，又拉又吐的，一天一夜了，快去救人呐！我不是医生啊，不过，你等一下，我带着药去看看啊。你快点啊，怕去晚了救不了人了。哎，快！哎，这样。你快去看看吧，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大娘，这是止泻的药散，您喝了先休息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疗效。来，喝吧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云儿，爹。爹本来打算到药站去找你的，可是后来听说你出诊了，爹真不敢相信，堂堂的格格，金枝玉叶的身份，竟然跑到这么破烂的地方来给人家治病。爹，还我什么我？不回北京也就算了，还说在这儿嫁了人，那我这个做岳父的，是不是要亲自来看看女婿啊？不，人家还没有最后嫁，对不对？最起码你还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你不能就这么跟了那个霍元甲，还要先来拜见我这个岳父，这个礼俗可不能免。梁大人，你真的要押送黄天霸回京吗？太后懿旨已下，本官只好遵从。听说要让宗人府审理。可是黄天霸为害一方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为什么还要上京呢？明显是太后包庇他。我会把他的罪行上禀，想必朝廷不会如此纵容下属。哦，原来梁大人也知道黄天霸是太后的属下。其实梁大人心里清楚，黄天霸是黄家帮的余孽，做尽坏事，要不是太后为他撑腰，他怎么能这样继续为所欲为呢？不是本官要放人，可是太后的旨意怎么能不遵呢？梁大人，外面那么多的受害家属在等着呢，如果大人真的放虎归山，那怎么对得起那些无辜受害的老百姓呢？我身为父母官，何尝不想为民请命？只可惜我是个小小的县令，如果抗旨，不但乌纱不保，连脑袋也要搬家呀！实在汗颜，真的是爱莫能助啊！就是那边啊，是不是就是那边？或者对，就是那边。
生什么事了？哥哥不是来过吗？快去找，去找！哥哥！你听见了没有？哥哥根本就没有跟那个霍元甲结婚，你回北京怎么禀告的？还私自送什么礼呀你？王爷息怒，卑职亲眼看见霍元甲打败俄国大力士，哥哥在擂台上亲口说霍元甲是他的男人，并当众宣布要嫁给他。卑职见哥哥在众人面前那么坦然，才认定这是事实的。谁知道他……够了，成何体统！堂堂皇室的哥哥，竟然闹出这样的笑话，简直是荒唐！荒唐！有什么荒唐的？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有什么不对啊？你说，你当真这么喜欢霍元甲？嗯。你当真对这个人死心塌地？嗯。也好，既然你们尚未成婚，这次本王亲临天津，把这事儿给你们办了。快去把霍元甲找来，本王要亲自会会他。这王爷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回来了吗？元甲，你别着急。少爷，格格她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再说，外面那具女尸已经证明是林寡妇了。那她人呢？霍元甲，托大人，王爷来了，在衙门等着要见你呢。少爷，怎么，你不想去吗？好，我跟你去。我陪你去。少爷，我听说有个人在天津的擂台上打败了俄国大力士。正是我，霍元甲。我还听说，当天不止发生了这一件大事吧？你应该明白，我说的是哪件大事。那我女儿呢？格格不是一直跟在你身边吗？可怎么农小姐也会跟在你身边呢？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？因为刚才村子里发生了一场大火。我没问你。那格格呢？格格本来在那个村屋里帮人看病，可却突然发生一场大火。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开了，现在仍不知去向。农小姐，我说过我没问你，你为什么急着要替他回答？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的身边为什么又多出了一个农小姐？格格是元甲的朋友，我也是。格格就只是元甲的朋友吗？他可是一直在要站帮忙啊！你们今天跑过来说他失踪了，这就是交代吗？王爷，其实格格她……哼，你还想隐瞒我？要不是我到村子里把我女儿接回来，她早就被烧死了。什么？格格在你这儿？哼！你先回答我，你明明知道格格喜欢你，而且在擂台上当众说要下嫁于你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娶她过门？元甲并没有答应过要娶格格过门呢。放肆！几时轮到你说话？你跟霍元甲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朋友，和格格一样，只是朋友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元甲早已娶妻。他说的话是真的？没错，3年前，在下已经娶了原配过门。岂有此理！这件事
哥早就知道了，并未有丝毫隐瞒。你好啊！你给我回去，把你的原配给我休了！王爷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哪有强迫人家休妻再娶的道理啊？如果你不给哥哥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本王绝对不放过你们夫妻两个。也不知道爹向他提亲了没有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。元甲，你来了。我听说有些事是真的吗？是火烧村屋的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赶到寡妇村屋的时候，那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而且还发现一具焦尸。当时我以为烧死的那个人就是你。看到你这么担心我，真的过意不去。没想到一场大火烧死那个寡妇。爹来接我的时候，病人已经睡了，想不到他遭遇了不测。还好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这不，你爹这次来天津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爹到底找你有什么事啊？我把一切事实都告诉他了。你都说了什么？我告诉他，我跟你并未拜堂成亲，而且我早有妻室。你怎么能跟他说这些呢？哎呀，糟了！我爹要是知道真相，一定不会饶过你和倩姐的。我不能隐瞒，哥哥，这些日子你帮我太多了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了。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哥哥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你不要说了，我知道，我明白。请问你找谁呀？你就是霍元甲的妻子。元甲在天津，你找他什么事？请到屋里去说，我有要事相商。这是1000两。1000两，给我的。马上就可以兑现。这是荣王爷给您的安家费。这无缘无故的，为什么要给我钱？给你钱当然有原因。这是霍元甲写给你的休书。休书？当然，他要娶格格为妻，先要休了你。只要你在这上面按了手印儿，这1000两就是你的了。元甲真的要娶格格？他真的不要我了？赶快先把手印儿按了吧。妥善。你在干什么？霍元甲，你回来的好快呀！倩姐，你别信他，这封休书根本就不是我写的。谁写的都一样，只有一个字。你休了你的妻子，迎娶格格，你可是前程似锦啊！我霍元甲顶天立地，绝不会休妻去求什么荣华富贵。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滚！
霍元甲，王爷是不会饶过你们夫妻两个的，走着瞧。倩姐，你说句话嘛！哎呀，我真的跟荣亲王讲明白了，我跟格格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不会娶她的。但是你也曾经说过，哥哥对你有恩，而且他也是真心喜欢你。我只把他当成好朋友。荣亲王是朝廷显贵，哥哥又是金枝玉叶，他自己也说要嫁给你。现在连荣亲王也从北京赶来，只要你开口说一句，我不会为难你，我会成全你的。倩姐，倩姐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难道你不相信我？我们自幼相识，是娘亲自选的这门亲事，我们是当着爹的面拜堂成亲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霍元甲的妻室，你永远都是。我留在你身边，只会拖累你，因为你总有出头的一天，而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也帮不了你。倩姐，倩姐，不管将来元甲如何，都不会辜负你，不会抛弃你。你说什么？他不肯休妻，还撕了休书。他不但不肯休妻，还说绝不会娶格格。哼！堂堂金枝玉叶的格格要下嫁于他，这是他几世修来的福分呐！他敢拒绝？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妥善，在。让衙门先封了他的要账，然后派人到小南河村，把他们夫妇两个都给我杀了。爹不能这样。亏你还对人家这么屈尊降贵的，人家还不领情呢。是啊，王爷，卑职现在就去小南河村将他们夫妇杀了，好给格格出这口气啊！谁让你们为了这门亲事去杀人？爹，你们要是敢伤害元甲和倩姐一丝一毫，我绝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你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要维护他？他越是不肯抛弃妻室，越证明他是个君子，绝不做个始乱终弃的人。要是他是一个被你们威逼利诱就会妥协的人，我还看不上眼呢。你就这么放过他？我是喜欢他，可惜在我喜欢他之前，他已有了妻室。这些也都是我知道的。倩楠姐虽是一个农家妇女，可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，我怎么能抢她的丈夫呢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在为他们说情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对人家这么一往情深的，到头来又能得到什么？爹，这些都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我绝不后悔。求你们放过他。
他们吧。爹，其实也很痛心。爹，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看到你这么委屈，这么伤心，爹心里有多难过呀！你让我放过他们也可以，除非你跟爹回北京。冤家，你睡不着啊？你是不是在担心荣亲王会派人再来逼害我们？我始终觉得此地不是久留之地啊。冤家，你还是快点走吧。走？去哪儿？我能逃到哪儿去啊？看见寡妇的村屋被人烧毁，荣亲王的总管说还会来找麻烦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？我是个女人，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哎，奴姑娘不是让你去上海吗？要走的话，就一起走。我留在你身边只会拖累你。再说，我也可以回姨妈家暂避风头。少爷，少爷，少奶奶，怎么了？我们几个师兄弟都无家可归了。铁柱，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天津的霍家药站被大火烧了。你说什么？少爷，这是真的，老爷的药站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。谁干的？是谁烧了我们的药站？是荣亲王下令，让县衙封了药站。铁柱和振生他们硬是要留住，不愿走。晚上的时候，日本人放火烧了药站，铁柱救火受了伤，药站也被烧毁了。又是日本人。金秋小姐带我们来这里，怕你又回去。陈真他们呢？我让他们留在镇上，我担心日本人还会再找上门来。冤家，爹，孩儿不孝，
霍家要战，竟然毁在孩儿的手中。冤家，乡下绝非久留之地，荣亲王的人还在天津，迟早要追到乡下来。现在，既然药站已经被烧了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们要去上海，继续开馆授徒？记得。我和倩姐也准备要离开这里，那我们一起到上海吧。是啊，夫妻一起去，还能有个照应。我还是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始终是乡下人，上海又是大都市，我可能住不惯的。而且，等事情过了，我在姨妈家等你，等一切太平以后，我再回家。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走了？爹和娘的坟头，清明重阳都要有人上坟。我是霍家的媳妇，这些事情当然是我替你做了，你就放心去上海吧。可是，你一个人留下，我也不放心呢。放心吧，我等你。少爷，就让我护送少奶奶去她姨妈家吧，然后我再到上海与你们会合。也好。小心点，保重。你也要小心呐。走，驾驾驾驾驾驾驾！又怎么了？闷死了。那爹有没有把你关住？要是闷的话，叫菊儿陪你出去走一走，透透气啊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会走丢，拓山老师跟着我，跟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了。爹呀，就是怕你出去了不想回来，所以才让拓山他们盯着你。否则的话，爹有这么轻松吗？所以就像犯人一样跟着我。哼，以后我就不出去了，哪儿也不去了。好啊，像这几天你都留在王府里陪爹聊天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咱们父女俩也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了。当日啊，你离开北京的时候，爹是四处奔波，伴随着老佛爷到热河暂避。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以后，好不容易才签下合约，得以喘口气。这些都是丧权辱国的事，爹以为不出门就行了吗？你知道外面是怎么说我们的？他们说，在大清的统治下，中国没得救了。
这些人是想反了。爹，您别自欺欺人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算百姓不反，洋人不断侵略，我们还是要面临亡国的命运呢。你以为爹就没有看清局势吗？爹会让你出国留洋，就是想让你多学一点洋务，就是想让你有朝一日替大清江山多出一份力。有朝一日，你现在人是回来了，也许是有了新的思想了，可是呢，你现在对眼下的时局和政策有诸多的不满和批评起来了。人家外国人都提倡批评，才有进步嘛。别忘了，这不是在国外，现在的一切大权都落在老佛爷一个人身上，就连爹也是身不由己呀。像八国联军各地赔款之后，导致了国库空虚，老佛爷一道一旨，王府里的所有金银财宝都要献纳出来给朝廷啊。就算让我们把亲王府里的财产通通献给朝廷，你认为我们大清王朝就能复兴吗？那当然也不成。所以嘛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定民心，振奋朝纲，上下一心才能抵御外敌。那就难了。就因为签下一大堆不平等的条约，才导致洋人气势高涨。你是一个女儿家，不应批评朝政啊。爹，你心里明白，现在就连老佛爷和李莲英都看洋人的脸色，这样国家还有救吗？没有国，哪有家呀？格格，茶来了。格格这几天都是足不出户的，老这样被困在王府里会憋出病来的。那个霍元甲也真是的，不想休妻，拒婚就算了，也不来北京看你。我并不怪他。元甲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和倩姐虽然感情不好，但毕竟结婚了。只要知道他心里记挂我就行了。格格这么肯定，他心里也一样记挂着你吗？他在天津衙门见到我的时候，真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看得出，他真的好担心我。他生怕我真的被烧死在客栈。造化弄人，就算格格人回到北京，心还是没回来。所以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哎，我让你吩咐厨房准备西餐，准备了吗？准备了，奴婢这就叫他们去上菜。义父，您现在看的是契约的草拟书。其实啊，一句话就明白了，只要官商勾结，就一定能发财。这个买卖不错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进行交易，有眼光。不过，为什么要选日本人做生意伙伴呢？其实啊，跟谁做生意都一样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和渡边一郎的关系，况且我们都是黄皮肤嘛。要投资20万两，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，义父，以您的地位，区20万两银子，您哪儿放在眼里啊？今非昔比啊！不过我尽量去筹钱，这笔买卖一定要算我一份啊！那好，我静候义父您的佳音。那我先告退了。
见王爷。什么事儿？哥哥请王爷去偏厅共进午餐。嗯。哎，爹，在餐桌上这样是不礼貌的，而且不能让人听到你喝汤的声音。那是这样啊，汤是一匙一匙的碗。哎，不对，是冲内碗。啊，这样。这就是午餐啊？对呀。哎，爹，牛排凉了，先吃牛排吧。哎，来。爹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啊，左手拿叉卡住牛肉，右手拿刀切。对，拿刀，右手拿刀切，然后左手把它拿起来。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哎，爹，我听菊儿说胡子石来过，他来干什么？乱世啊，爹当王爷当的也挺辛苦，爹打算筹笔钱跟他做生意。做生意？爹怎么跟这种人做生意呢？哎，子时也是爹的干儿子嘛，他有门路，不做生意坐吃山空啊。这种人会做什么生意啊？不是勾结日本人，就是倒卖鸦片。你当爹连这点良知都没有吗？鸦片是什么东西啊？鸦片是英国人带进来毒害我们子民的，爹怎么会和洋人狼狈为奸呢？爹只不过是想在上海、广州做一些贸易而已。可是什么？就是钱不够啊！自从爹被勒令向朝廷交纳了那么多钱之后，上哪儿再去找那么多的钱呢？那，你没钱怎么做生意呀？为今之计，就是把王府中珍藏的那些文物变卖。爹是说，你上次离开北京带走的那些古董？那是爹最珍惜、最值钱的古董了。里面有3件，还是以前老佛爷赏赐给我的国宝呢。就是那铜雕12生肖中的3件国宝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就连老佛爷降懿旨想讨回，弥补国库空虚，爹都没舍得，还推脱18国联军的时候遗失了。可是现在只好暂时把它变卖了，算算也值20万两吧。等以后赚了钱再把它赎回来。那爹，你打算卖给什么人呢？爹已经命令妥善，把京城里所有的古董商都招来王府了。不错，东西是个好东西啊。我不错呀。看看这个，不错。怎么样啊？你们都是京城里最大的古董商，这28件古董字画，价高者得，出个价吧。我出10万，我出12万。你们呢？我出12万5千。我也出12万5千。哼，单是这2件国宝都不止这个价格，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王爷息怒，我们几位虽然是京城最大的古董商，可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古董也不值几个钱啊。再说有了钱也用在防身上，
谁还有心思收集这些古董啊？所以你们不要说了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小的不敢，实在是买的人少，卖的人多。即便是有收藏者，也把价格压得很低了。现在买得起古玩的，都是那些想把古玩带回国的洋人。滚！我不卖了！哎呦不，我托山，把他们都轰出去！快走！别让王爷生气了，快走！这怎么说呢？快走！真是走！不想卖，就是。想做生意，又没本钱，看来只好把古董卖给洋人了。爹，你真的要把这些古董卖给洋人吗？那你就不怕老佛爷知道？国宝多的是，丢失几件不算什么。现在重要的是，怎么才能高价出售？爹，你别生气。为了筹足20万，女儿就跑到英国大使馆，帮您把这卖了吧。对，你懂英语，容易和他们沟通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王爷，真将这么大的事儿交给格格去办呐？亲生的女儿，不派她去，还能信任谁啊？可是格格她……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女儿是我生的，她心里怎么想的，我虽然不能全然了解，但也能猜得上七七八八。只是，眼下能和洋人洽谈卖掉古董国宝的，却只有她。格格精通外语，由她去商谈确实是上人选。只是格格刚回北京，这2天倒是足不出户，和以前的性格却是大不相同了呀。那是因为她发现你们一直有人跟踪她，所以才待在家里不出去的。所以卑职怀疑格格只是假装乖乖的待在王府，其实她心里边想的还是霍元甲。这次他主动要求去大使馆卖古董给洋人，其中定有蹊跷，所以卑职早就派人在暗中盯着他了。哼，霍元甲是已经有妻室的人，我这个做爹的跟他说了那么多次，如果他再想不通，就太傻了。希望他这一次真的是为家里着想，为这个亲爹做生意筹款而奔波。爹，我回来了。云爱，变卖古董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去过法国和美国大使馆，把28件古董字画全部给他们过目，最后只有史密斯先生愿意买下全部古董。英国大使？他出多少价？史密斯先生愿意出20万两买下所有宝物。这批古董终于可以脱手了。他说什么时候交易啊？明天清点所有古董送到英国大使馆，到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好。